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泽连斯基公开喊话不能放弃巴赫穆特。3月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见军队高层之后，公开表示绝不放弃正在苦战的巴赫穆特，一定要和俄罗斯瓦格纳雇佣兵集团决一死战。为此乌军已经从周边大量的调集有生力量，准备填进这个绞肉机。北约的立场却不相同。北约的秘书长斯特尔滕贝格在3月7号发表的讲话中表示，巴赫穆特可能会在几天之内落入俄军之手。北约方面的不少军事研究人员都指出，乌克兰正在不停地把军队送进巴赫穆特包围圈，在俄罗斯的炮火之下遭受惨重的伤亡，而俄军的损失却很小。对于这些说法呢，我们最好都要打个问号。乌克兰就算是战略战术水平再差，也不至于让自己的部队白白的送死。乌克兰的动员能力已经见底了，西方雇佣军的数量也是越打越少，这只能说明泽连斯基所代表的利益集团与其他的西方利益集团之间存在着分歧和矛盾。泽连斯基一方呢，希望能够死守巴赫穆特，打一场胜利的政治战，而另一方则希望泽连斯基能够见好就收，不要没完没了的往这个火坑里投入资源了。从战术的角度来说，巴赫穆特的确是易守难攻。但俄军猛烈的压制炮火，把这座城市和它周围的居民点几乎都夷为了平地。从发布的新闻照片上巴赫穆特已经找不到完整的建筑物了。在前线作战的一名美国雇佣兵对记者说，步兵在巴赫穆特前线很难活过4个小时。北约国家对于斯拉夫式的残酷战争呢，从来都没有充分的认知。西欧国家指望美国来对抗苏联军队，而美国人指望通过大规模的轰炸，甚至是战术核武器来阻挡苏联军队。像这种残酷的城市拉锯战，无论是北约的哪个国家都没有思想准备。冷战结束以后包括美国在内的北约军队也很少参加真正意义上的巷战。美国在伊拉克打了几场巷战，都是以绝对的优势去打击非常弱小的对手，对于战争的残酷性呢，也没有什么充分的认识。熟悉二战史的人们都知道，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像巴赫穆特战斗这样的场景是比比皆是。最为著名的就是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要比今天的巴赫穆特战斗残酷得多。所以呢，这场战斗对于俄罗斯人来说，也不仅仅是争夺一城一地，更主要的是激发出了战斗民族传统的苦战精神，这是北约国家想不到的。泽连斯基呢，显然是看到了这一点，但是他的想法和退缩派们显然不同。他强调说，俄军占领巴赫穆特对俄罗斯的士气将会有很大的影响，有助于加强俄国国内对俄军的支持。俄罗斯的战争潜力雄厚这是公认的。西方国家一直希望通过战争制造普京政府的无能形象，不让他把这种潜力动员起来，然后设法从内部颠覆俄罗斯。俄军要是打赢了巴赫穆特之战，这种想法就破产了。乌克兰虽然现在竭力地搞去俄罗斯化，但是从本质上来说，乌克兰民族与俄罗斯民族是同文同种，有着非常接近的战争文化，所以泽连斯基对俄罗斯人的精气神的认识显然要比北约的这些高官们更到位。上层人物之间的分歧需要底层的士兵去付出生命的代价。就在巴赫穆特苦战的这几天，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各自又交换了一批战俘。乌克兰方面呢，赢回的战俘当中就包括一些马里乌波尔的守军。乌克兰的宣传部门呢，为他们安排了热情的欢迎仪式。巴赫穆特战斗大概率也会成为乌克兰政府的宣传材料，让乌克兰向北约要求援助的时候有更多的筹码。好，这期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